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外星人。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，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，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、飞碟技术、外星人访谈。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呢？其实已经有一位国家层面的高层领导人重磅爆料过，世界上早有外星人存在，并且他们也许就在我们身边。这个重量级爆料人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·赫勒，他服务过2届政府，是加拿大枢密院在任时间最长的官员。保罗先生今年已经98岁高龄，已经在2021年8月8号永久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对于这样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人，爆料的信息是非常有说服力的，是目前为止最有分量的关于外星人存在的证人证言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重磅人士的爆料。自从保罗先生退休以后，他就开始在各大主流媒体爆料外星人的信息，并且咱们中央电视台也有相应的报道。2005年9月，保罗先生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说，天空出现飞碟，就像飞机掠过头顶一样寻常，并公开地表示外星人是真实存在，而且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在他之前，从没有一个如此高级别的国家官员发表过关于外星人的确切言论，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，咱们待会揭晓答案。2013年，在美国华盛顿，有40名专家和6名美国前议员、数名前美空军情报人员出席了不明飞行物听证会。这些人在任期间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不明飞行物的相关事件。离任后，为了公开人类最大的秘密而聚集在一起，向公众揭露是否有外星生命到过地球等相关信息。这次的听证会长达30个小时，历时5天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因为这次听证会上有一位重量级发言人格外引人注目。他就是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·赫勒，他在加拿大国内德高望重，说话很有分量。他自1967年开始担任加拿大国防部部长，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神秘事件的报告，内容包括不明飞行物与外星生命信息。保罗先生说，当时他作为加拿大国防部长，任职期间正在忙于整顿军队，想要把海陆空3军统一为一支国防军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无暇兼顾到这些不明飞行物报告，并且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那么后来又是什么让保罗先生对不明飞行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？因为有一次，有人给保罗先生推荐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咱们前几期聊的爆料51区罗斯威尔事件的美国高级军官詹姆斯·科索写的《罗斯威尔事后记》，里面详细的记录了罗斯威尔事件的所有细节，以及美国对外星科技进行逆向工程的细节。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，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。保罗先生看完这本书后十分震撼，被书中的细节深深吸引住，于是保罗先生就通过自己的个人的人脉关系，找到了一位书中提到的当年参加了罗斯威尔事件的美国将军。这位将军的话语证实了罗斯威尔事件的真实性，并且这位将军还和外星生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。直到这一刻，保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他之前忽略的一些不明飞行物报告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之后他开始认真对待不明飞行物事件，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，最后决定将他获取的这些秘密公之于众，让世人都能了解世界的真相。保罗先生认为，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平等的，无论财富多少、地位高低，都应该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而不应该成为某些组织的特权。因此，保罗先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1位公布不明飞行物信息的国家领导成员。那么保罗先生又知道多少关于外星人的秘密呢？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，咱们继续讲。通过保罗先生的深入调查后，已经确认至少有4种外星生物种族已经在地球上秘密活动了几千年之久，他们一直在观察着人类和地球的变化，而且自从人类掌握了核武器以后，他们的观察活动变得异常的频繁，因为他们担心核武器对他们产生的影响。第1种是来自于距离地球40光年的王古座，也就是大家印象中的灰人种族。他们广泛分布在王古座的多个星球上，经过漫长的时间，已经演化成了不同的灰人种族。因为灰人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外星种族，所以他们在飞碟报告中被提及的次数最多。第2种是来自于距离地球1300公里的昴宿星团的猎户座。
他们是第一批来到地球的外来种族之一，极大地影响了早期的地球文明，包括我们熟知的古埃及文明、古玛雅文明。这些文明中的金字塔都是按照猎户座腰带3星来布局的。另外，猎户座外星种族中75%是人形的，14%是爬虫类，10%是黑皮肤的天琴座人族，1%是白皮肤天琴座人族。第三种是距离地球220万光年的仙女座。仙女星人只和少部分地球人有过接触，他们身高2米左右，皮肤呈蓝白色，他们和地球人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与外貌特征。第四种是来自阿特拉星系的种族，相比于其他3个种族，这个种族比较神秘，因为他们不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的，所以对于他们的信息掌握的非常少。这4种是保罗先生确认的在地球上活动的外星种族，并且其中有2种外星人正在和美国政府合作。其中的灰人族就有一个高个子灰人，生活在美国的一个绝密基地中。另外，保罗先生说，他在当加拿大国防部长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飞碟目击报告，还有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报告，这其中大概有15%到20%是真的外星人事件。如果人们掌握了他所知道的情报的1/10，就一定会坚信外星人早就来到了地球，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。他说要不了多久，这些隐瞒多年的信息都会公布出来。那么，这位加拿大国防部长爆料的外星人机密是真的吗？下一期我们继续来揭晓这位重磅爆料人的更多爆料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